一枚随处可见的御兽蛋，放在角落里腐烂都没有人要，可我却将它契约成了我的第一只兽宠。所有人都嘲笑我是个傻波一，殊不知我拥有超神天赋系统，能够看清任何御兽的血脉等级。而这颗看似平平无奇的御兽蛋，正是血脉契合等级最高的神话宠。随着我的契约开始，天空异象显化，无数星光向中间凝聚，形成了一个王座。见状，所有人顿时惊呼了起来。这个气势保底都是 SSS 级御兽血脉吧？随着天空中的异象散去，一只浑身岩石的小猴子出现。丁，姓名小岩猴，等级哺乳期，血脉普通种。周围人顿时笑出了声。如此逆天的契约动静，兽宠血脉竟只是普通种，废物蛋果然是废物。我没有留意外界的瞎逼逼，而是看着面板下面的隐藏信息。该兽宠最终可进化为混沌魔猿神话级，当前进度0.01%，预估需要血脉进化15次。见状，我不由震惊了2秒半。要知道，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也不过是混沌魔猿的一滴精血。为了能够更快的进化，我将从系统获得的图腾种血脉珠液融合到了小岩猴体内。下一秒，原本只到膝盖大小的体型，瞬间长到了学生大小，并且在他的眉心还多出了一道火焰印记。与此同时，属性面板出现在我的眼前，姓名焰炎猴，等级下位觉醒阶，属性岩石系火系，血脉下位君王种，血脉天赋形态变化金刚不坏，最终可进化为混沌魔猿神话级，当前进度50%，预估还所需4次血脉升阶。见状，我不由歪嘴一笑，很想看看现在讥笑我的人以后会是什么表情。很快3天的时间一晃而逝，来到了1年1次的御兽高考。考核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是文化课，然后是御兽能力考核和兽宠综合评分，最后则是综合实战考试。其中文化课的成绩代表了你的学习、思维、自律能力。如果连文化课都不过的御兽师，那接下来的测试也没必要参加了。国家培养的是御兽师，不是莽夫盲流子。很快我就通过了第1场考试，来到第2场考试。随着我戴上测试头盔，下一秒数值不断攀升，2分半后，屏幕上赫然定格在了1900。2名考官震惊的就像考官，什么鬼？就算一流的御兽学府最高也就800，你告诉我他1900？2名军官相视一眼，接着又测试了一遍。毫无疑问，精神力能量值依旧是1900，请考生召唤出本命兽宠来进行能力检测。旁边有一个巨型能量检测仪，能够综合评判出兽宠的身高、体重、发育程度等级。随即我沟通御兽空间，召唤出焰炎猴。与此同时，另一个考场，校花柳梦星觉醒的是 SSS 级御兽冰晶狐。他看着自己的测试结果很是满意，毕竟江北近100年来精神力最高纪录是1550，而他这1580的精神力能量值显然已经破了纪录，所以这一届状元他势在必得。不过区区偏远省的高考状元还不够，毕竟他知道去了顶级御兽学府，面对那些有着家族传承底蕴的天骄，区区一个偏远省的天才还是不够看的。这时我也走出了考场，刚好和柳梦星撞见。忽然一道嚣张的声音传来：呦呦呦，这不是选择废物兽蛋的安云吗？不知道你测试的怎么样？我的精神力能量值可是800，兽宠成绩评价也达到80分，已经够一流御兽学府的头档线了。他是觉醒 S 级天赋的正阳，我冷笑道一般，也就1900的精神力能量值，兽宠的考核满分。正阳开怀大笑，哈哈哈！什么时候你这么会吹牛了？你是不是考试考得不好，脑子受刺激了？一旁的柳梦星也是眉头紧皱，对我的感官直线下降。他的心里已经给我打上一个满嘴胡言、喜好面子、人品不好的表现了。他撸着怀中的冰晶壶，眼眸璀璨，闪烁着自信的光辉。但很快实战考试来临了，我和柳梦星进场坐在了观众席。也就在此时，我听见了同学的闲言碎语。据我所知，安云只是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家伙。他天赋进化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他的兽宠只是一只普通种血脉的小炎猴。听着周围人的发言，正阳也故意大声说道：“你们其他学校的人不知道吧？安云昨天可是亲口说了，他的精神力能量值达到1900。同时也要恭喜安云，他说他普通种血脉的小炎猴获得了满分的成绩。”全场顿时一片哗然，开什么天大玩笑？信他不如信我是秦始皇！一道道阴阳怪气的声音此起彼伏。就在这时，广播的声音响起，请1314号考生柳梦星与087号张亚玉到3号对决场。这是无数人期待的一场战斗。SSS 级御兽天赋加霸主种血统对战 SS 级御兽天赋加统领种血统。张亚玉率先召唤出了兽种，姓名风铃狮鹫，实力中位觉醒阶，属性风系，血脉下位霸主种，种族天赋威慑，技能撕咬风之爪。恰好洛安飞也将冰晶狐召唤而出，我使用神之眸探查冰晶狐，眼底浮现出了对方的具体信息，不禁感叹，就连有系统的我都差那么一点被超过。同一时间，广播上传来播报，请520号考生安云与777号塔塔到8号考场，1900精神力能量值的预定状元，期待你和小炎猴的发挥哦。我轻笑一声，转身走入考试出场通道。另一边，冰晶狐上位觉醒阶，风铃狮鹫中位觉醒阶，对战屏幕上显示出2只兽宠的等级位阶，又是引起了一阵骚动。张亚玉的天赋是 SS 级巨能增幅，不仅可以增幅属性技能，并且能让兽宠短暂提高一个小等级。柳梦星看着对方，眼中波澜不惊。风铃狮鹫威慑天赋，威慑是统领种血脉以上大型凶猛类食肉类兽宠的常见血脉天赋，可以凭借气势进行威吓，能够使等级弱于自身的生物陷入惊吓状态，同级别的也会受到干扰，陷入短暂的僵直。看着呆愣在原地的冰晶狐，张亚玉自信的笑了。风铃狮鹫结束战斗吧！风之爪，他腾空一跃，朝着冰晶狐扑杀而来，风系能量萦绕在他的爪子上。而柳梦星淡淡道。
确实是该结束战斗了。冰晶湖冰冻吐息，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冰晶湖摇曳着尾巴，张开嘴巴，周身冰系元素汇聚，最后一股极寒之风倒卷而去，空气骤然变得冰寒，场地也结成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扑杀而开的风灵师就直接被冻成冰坨子。张亚玉看着被秒杀的兽宠，瞪大瞳孔，不敢置信：你的冰晶湖能使用超凡阶才能使用的放出类技能招式。看着结冰的战斗场地，全场哗然。觉醒阶只是觉醒了本系的元素能量，对元素能量的应用掌控手段为聚、流、放。觉醒阶兽宠基本都是只掌握了聚，只有超凡阶的兽宠才能掌握这种复杂的元素掌控力。冰晶湖居然在尚未觉醒阶就拥有了超凡阶的战力，观众席上所有人瞬间站了起来。这就是 SSS 级天赋的强悍吗？就连教育局高层等人也无比兴奋。难道今年高考状元就是咱们大泽市的吗？忽然有人提了一句，不知道另外一个 SSS 级天赋拥有者如何？他们的战斗也开始了。校长叹气，不用抱太大期望，毕竟他的情况特殊，没有天赐兽宠不说，兽宠还是普通种血脉的小猿猴。殊不知包厢的角落有2个人眼里闪过激动，这就是负责预售能量考核和兽宠综合评分的监考官。一想到待会这些领导被打脸，他们就想笑。塔也是 SS 级天赋。随着他朗声道：“出来吧，轰刚星！”一只体型庞大的生物出现在他身前。轰刚星中位觉醒阶，他咆哮一声，拳头锤击着自己的胸部，发出钢铁交击的碰撞声。这强大的气势让场外的不少人都脸色微变。随着我召唤出自己的小猿猴，未知兽宠，疑似小猿猴变一体中位超凡阶。冰冷的字眼出现在对战屏幕上，场馆众人陷入诡异的安静。过了半晌，郑阳才站起来质疑：“不可能，应该是兽宠检测仪器坏了。中位超凡阶，开什么玩笑？”就连校长和一众教育高层也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后得出结论：应该是检测仪器坏了吧。塔的一声令下，轰刚星如同一辆失控的卡车朝着焰炎猴横冲而来，拳头上泛着金属般的光泽，狠狠砸在了焰炎猴身上。面对高速冲击而来的铁拳，小炎猴只是轻轻伸出手掌，就将拳头拦了下来，自身一步未退。场内众人更是瞪得眼珠子都往外凸。我怒喝一句齐天，寓意自然是希望他能够和那只踏碎凌霄的狮猴一样。一声低吼，小猴子的体型骤然变大，化作了一个5米的庞然大物，体表覆盖着岩石模样，异常威武狰狞。焰炎猴猛地握拳，吐息能量不断在手中涌动，岩石般的物资不断在他拳头上凝聚，很快他的整个拳头就化作一个2米之大的岩拳。砰！轰刚星如同一枚炮弹一样被轰飞了出去，所过之处岩板地面都被犁出了一道沟壑。就在小猴子伸出手画出一枚数米长的尖锐石锥，想要湮灭轰刚星时，裁判从懵逼状态回过神来，赶紧说道：“对方已经失去意识。”小猴子望向对方的御兽师，抡起偌大的岩石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战斗擂台上，伴随巨大的爆鸣，整个场馆都在震动。擂台被砸碎，石头碎片四溅而开，一道裂缝一直延伸到塔的双脚之下，后者直接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发白，头一歪，直接吓晕了。焰炎猴撇了撇嘴鼻腔，发出一声冷哼：“就这种水平也敢嘲讽我人少？”整个场馆落针可闻，观众瞳孔瞪得滚圆，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已经对我再无任何意义。就连包厢内的各个高层也怔怔失神，这已经打破了江北省的记录。懵逼过后，众人感觉一股电流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兴奋之意压抑不住的从内心涌出。我感觉我们江北今年要扬名了。我所到之处无不投来崇拜的眼神。我望向了如同鹌鹑般瑟瑟发抖的郑阳，对方的脸憋得通红，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地里。我回到座位上，一屁股坐在柳梦欣旁边，看着小嘴微张陷入呆滞震惊的柳梦欣。怎么样，我强不强？柳梦欣震惊的眼神中闪烁出一道不属于同龄人的光芒。他其实也是一位重生者，上一世的他本是人类文明的顶级强者之一，却在一族一场针对性的围杀中陨落。再次睁眼时，便回到了自己刚成为御兽师的少女时期，并且觉醒了一个对比系统，系统将会选定一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将让他和对方进行兽宠和实力的全方面对比。一旦在对比中获胜，他就会获得大量奖励和积分。而现在最让他难受的是，自己的第一个对比人物竟然是身为青梅竹马的我。他有些想不通，上一世的我明明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一家子全都死在了兽巢当中，可现在不仅觉醒了一个3秒级天赋，连兽宠竟然也比他的高出2个小等级，甚至我的兽宠还掌握了巨流放灵4种元素的组合运用，使他不得不将本该在今天进行的比试推迟到了下个月。不过对于他心中的小九九，我还浑然不知，只感觉这外表高冷的大冰坨子有些天然呆。柳梦欣装作若无其事问道：“你的兽宠怎么会提升得这么快？”我自然不可能说有系统的事实，于是双手一摊撒谎道：“我的御兽天赋是能够激发兽宠的隐藏血脉，刚好小炎猴体内有着隐藏血脉，所以就变异成了下位君主种血脉的焰炎猴，并且直接度过幼生期，拥有了上位觉醒阶的实力。”听到我的解释，柳梦欣豁然开朗，区区一个能够激发兽宠隐藏血脉的天赋，和一个下位君王种血脉的兽宠根本算不了什么。自己的天赋可是圣阶的凤凰之力，不仅可以让兽宠涅槃，提升兽宠的血脉等级，更能赋予兽宠凤凰血脉。上一世的冰晶湖可是被他培育成拥有纯血凤凰血脉的灭世冰凤舞。想到这，他心中大定，他完全有信心在下个月的对比中碾压我，从而收获一大笔系统的资源奖励。实战考试直到下午3点才结束，我和柳梦欣在同学们的寒暄中离开学校，直到回到家中，我才空下时间领取了系统突然颁发的一份特殊奖励。恭喜宿主完成特殊任务，由于是初次完成，将为你凝聚超神级灵性雏形。太师之主，系统机械般的声音落下的刹那，我感觉眼前的世界变了，自己来到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星空下，一条由不同颜色星光凝聚而成的长街通天，每一道阶梯都由一片星域组合而成，无尽星光弥漫中，我化作了一尊无法描述的身影，位居于长街的顶端，坐在了王座之上。我的衣袖宽大飘渺，连接着浩瀚的星河状云雾，我心神震惊，这不是天赋觉醒时候的异象吗？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向了自己的身体，能感觉自己一念之间就可以控制星辰，吞吐出星光之力。下方的每一级阶梯都由一片星域凝聚而成，第1级阶梯是白色，第2级阶梯是红色。我尝试着吞吐身上星光，发现除了第1级阶梯之外，其余
余阶梯上的星辰都沉寂暗淡了下去，只有第一级阶梯的白色星光向我飘荡而来。这些星辰之力以这身体为媒介，开启了一个通道，被现实中的我所吸收。我的精神力在星光中不断被改造，翻阅着脑海中知晓的讯息。我上翘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这太史之主的效果可以无视任何污染，让自己的精神固若金汤，免疫诅咒、窥探等所有负面效果。我还可以随时进入太史之主状态，用星光提升自身的灵性。只要我将所有灵性全部转化为白色星光时，便可以完成御兽空间的进阶，契约第2只兽宠。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打算回到农村老家看望外婆，顺便等到高考放榜。只是在回乡的路上，一股来自于空间的割裂感忽然传来。我陡然间看着四周，发现整个世界的色调都开始变成灰暗色，耳畔边有数之不清的呓语在低喃，让人的精神都感到扭曲。一瞬间，我想起了课本上关于秘境的知识点。秘境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空间，里面自成一片生态，有时候会突然和主世界的空间交界，有的还会和主世界牢牢依附在一起，形成稳定的通道。自己这是被卷入一处秘境之中了呀！耳边的呓语在不断呢喃，直到一轮巨大的月亮出现在天空上。那月亮的中央有一团阴影，阴影中还有一把生锈的铁剑。当我站稳脚跟时，那阴影猛地动了一下，我这才悚然地发现，这天空中高挂的并不是月亮，而是一颗眼珠子。那团阴影其实是个瞳孔，眼珠子的外围有无数的细小触手在蠕动，鲜血顺袖剑割裂的伤口如瀑洒下，血色的鲜血瀑布在这单调的黑白世界异常显眼。我有种自身的灵魂在扭曲，血肉在无序增生的错觉，甚至感觉到脸上、额头的皮肉在翻涌，仿佛有东西要从血肉里挤出来。也就在这时，诡异的世界出现了无尽的星光，太史空间陡然间出现，那模样和我长得一样的星光身影，伸出了一只完全由星光凝聚的大手，跨界而来，大拇指和食指一合拢，像是碾死一只小虫子，将血色的眼球给捏碎了。意识再次回归现实，耳畔边的呓语终于消失。我想起了自己超神级灵性太史之主的效果，看来这就是所谓的无视精神污染了。周围传来动静，兽宠齐天第一时间被我召唤出来，他警惕地盯着四周。出现在我面前的一只生物，形状如同非洲的猎狗，身上缠绕了一圈一圈的藤枝，它们呲着牙，锋利的獠牙裸露在外，滴落着恶心的唾液，是属性木系的草藤犬。但是这状态不对劲，这些草藤犬全身发生了畸形的变化，脸孔无序地生长着一颗颗红色的眼睛，有的甚至身体都长出了无数的小肉球，眼里没有任何灵智，有的只是扭曲，摧毁面前一切的暴虐。灵魂被污染的草藤犬，等级下位超凡阶，本来是生活在秘境中的超凡生物，但是秘境在不久前和一个不可名状存在的空间擦肩而过，有一滴血落入秘境之中，将他们的灵魂污染，化作了魔物。异变核心为草藤犬的首领钢骨螳螂，击败异变核心可摧毁冤境。我听见系统的声音，心中一凛，魔物本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但课本上可没说过，正常的超凡生物也会被辐射成魔物。一滴血的生命辐射，就让一个秘境发生了这么恐怖的变化。我觉得自己好像触及到了一些心命，平日里作为普通人接触不到的一面。难不成这世界上的所有魔物都是这样产生的？幸亏自己可以无视污染，否则肯定也变成这诡异的魔物。面对朝我扑杀而来的异变魔物，我眼中寒光闪烁，齐天，杀光他们！与此同时，村口有一辆商务车停了下来，后车厢门打开，首先映入眼睑的是一双极其吸睛的大长腿，一个五官精致的御姐从里面走了出来，陪同她过来的是大泽市一中校长夏海强和教育局长王洪泽。他们两人有些拘谨说道：“这就是陆晨的家乡，他前2天就回来了。这女孩叫做苏妹儿，是来自于4大顶级学府之一的星宇御兽学府，实在是容不得他们不拘谨。大泽市不过是区3级城市，两人的御兽师等级也不过就是脱胎阶。4大顶级学府是强者的摇篮，高阶的御兽师基本都是出自这4座顶级学府。而高中生填报的志愿目录上并不存在这4所学府，4大学府都是邀请制，没办法报考。今年整个江北行省就2个人收到了入学邀请，一个来自省会，另一个就是大泽市的柳梦欣。身为江北行省高考第2塔，直接同时收到了4座学府的邀请函。反倒是身为第1名的我，没有收到任何一家顶级学府的邀请，因为当时考核数值太过逆天，成绩被各大城市的教育厅质疑，使得没有任何一家学府下发邀请通知书。2位领导虽然极力辩解，却依旧没能得到上层的认同。好在星宇学府派了人前来，要当面检测我的能力，没有舞弊或者出差错的话，为我证明并邀请入学。也就在这时，苏妹儿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电话中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你是不是在云安乡？监测到云安乡有冤境降临，立刻派人封锁冤境周围，以免有人被冤境的力量污染。具体的精细地图坐标已经发给你了，御兽治安署的人马上到。”苏妹儿闻言，一边查看地图，一边释放出自己的兽宠，朝着后山的方向狂奔而去。此时的秘境内一阵飞沙走石，一道体型数米、覆盖着岩石的猿猴被拍飞，身体重重地砸在了地上。正是使用了形态变化的焰炎猴齐天。此时他身上的岩石外壳已经被砸得坑坑洼洼，像是一件破烂的衣服披在身上。我望向站在巨岩上的钢骨螳螂，它体型5米，外表包裹着一圈圈藤蔓，可以延长攻击敌人。不过这些属于植物的藤蔓，却长满了血肉增生的肉球。原本的钢骨螳螂，它的尾巴末端是会随着4季变化，比齐天强了一个大境界，是中位精英阶实力，应对起来确实有点难。可我的脸上却挂着胜券在握的笑容。齐天，成伤够了吧？齐天怒吼一声，点了点头。他拥有2个血脉天赋，一个是形态变化，使用之后齐天会变成巨猿形态，实力越强体型越大；第2个是金刚不坏，可以赋予常态齐天极强的防御能力。同时进入在巨猿形态时，该天赋会化作岩石盔甲覆盖体表，并且将成伤转化为能量储存。当岩石盔甲完全破碎之时，积攒的能量就可以回馈自身，在体内完全释放。只有这个阶段才算是齐天的全盛姿态。齐天敲打胸膛，发出一声低吼，身上坚硬的岩石
时外壳化作了齑粉飘散，露出他本身偏向于灰色的毛发。这一刻，他的气势在不断升腾，血管在手臂的表皮下游走。他额头上的火焰纹路轰的一声，化作一捧火焰熊熊燃烧。火焰从额头开始蔓延，所过之处灰色毛发褪去，化作了金红色的毛发。最后，火焰汇聚在了尾巴末端，生成一团不会熄灭的火焰，不断燃烧着。下位精英阶，齐天眼眸如焰，双脚猛地一蹬地面，脚底一团火焰爆发而出，瞬间就来到了钢骨藤狼的面前，快到对方根本反应不过来。钢骨藤狼身上冒出无数的藤蔓，所有触手藤蔓朝着齐天绞杀而来。齐天身上的每个毛孔释放出炙热的烈焰，将其包裹成一个大火球。火系本就克制木系，触手藤蔓被燃烧殆尽。齐天握拳，右臂极力向后拉弓，清晰的可以看到皮肤下血管变成了火红色，火系能量汇聚在了他的拳头之上。铁锅大小的拳头犹如抓住了一轮炽热。蓄力完毕，刺啦一声，拳头从胸前没入，自后背穿出。钢骨藤狼的身躯被贯穿，但身上的藤蔓依旧竖直摇曳，想要攻击齐天。齐天张开了嘴巴，一股浓郁的火系元素在嘴前凝聚，从火焰钢骨藤狼脸部的那些眼球中横贯而过，冲入天际。一具无头狼尸被串在手臂上，脑子都没了，那些触手藤蔓也随之进入了贤者状态，软塌塌的垂落。秘境外，一条背后长着一对翅膀，全身的鳞片呈现七彩色的蛇从天空中飞了下来。苏妹儿询问道：“怎么样？这里有其他生物吗？”风翼腾蛇摇了摇头，红外热能感知下，没有发现有其他人类的生命波动。身后夏海强和王洪泽的心顿时沉入谷底。我的电话打不通，显示不在服务区，8成就是被卷进冤境中了。夏海强有些不甘地看着前方的地界，我们进不去吗？他能明显地感觉到那地方和周围的空间格格不入，甚至色调和周围不在同一个颜色。苏妹儿秀眉微蹙，空间至少还得2个小时才能稳定，现在进不去。夏海强心急如焚，根据能量级别反应，里面很可能存在精英阶的魔物。安云的受宠才中位超凡阶。苏妹儿有些可惜地说道：“大概率是没救了。现在的他没有凝聚出灵性，灵魂羸弱，根本不设防，在里面待上2个小时，先不说会不会被精英阶的魔物撕碎，哪怕是活下来，灵魂也肯定被污染扭曲了。”只是他话还没说完，一双美目便错愕地盯着前方，樱桃般的小嘴微微张开，前方的空间如同泡沫般破碎。他们看到了地上密密麻麻的魔物尸体，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一头小山般大小的无头狼尸，饶是死了都可以隐约察觉到对方精英阶的余威。尸山血海中，一个少年带着一只小猴子矗立在最高处，他抬头望来，那深邃的眼眸，再配上脚下遍地的尸体，让屠杀精英阶如同土狗般的苏妹儿都娇躯微微一颤。在回家的路上，苏妹儿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怪物一样。沿途半小时的路程，他已经将我的精神和身体探查了无数次，发现根本没有灵魂被污染的迹象，没有凝练灵性就直接进入冤境，可精神却没有任何异常，还以中位超凡阶的实力把精英阶的污染核心给击杀了。如果是发生在那些世家大族，他还可以接受，可发生在了一个刚刚觉醒预售40天的山区学生身上，他还是头一次见。这下连成绩都审得核验了，赶紧把人抢回学校才是要紧事。我平视对方，眼睛不受控制的向下瞟了一眼，顿时感到惊心动魄。以后他小孩的饭堂可真大呀。苏妹儿先是解释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凑到我的跟前，气若幽兰的说道：“我是星宇学府的代表苏妹儿，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星宇预售学府。”他看着我的眼睛润得可以滴出水来，明明是很正常的声音，却让一旁的夏海强和王洪泽骨头发酥。在场只有我依旧面色平静。好，我选择加入星宇预售学府。苏妹儿看着我的眼神再次透露出一丝惊讶，一个初出茅庐的预售新人，竟然可以完全不受自己魅惑的影响。他深吸一口气，再次说道：“先别着急，我先和你说清楚，4所顶级学府中，我们星宇学府这些年可是一直排名末尾的。”听到这话，我还是没有犹豫的选择了同意。毕竟其他预售学府怀疑我高考数据有误就算了，甚至都没想过来验证一下成绩的真假。唯有星宇预售学府专门派了人来审核，那选择加入哪个预售学府也就显而易见了。想到今天的经历，我有些好奇的询问道：“我今天误入的秘境是怎么回事？”苏妹儿摸了摸怀里的小石了，一道无形的能量展开，风翼腾蛇，无音结界。接着才说道：“一般来说，进入了学府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不过现在告诉你，问题也不大。被污染的秘境被称为冤境，是某种禁忌的存在用他们的力量辐射而成的。学术界认为，现在的蓝星应该是误入了一个破碎世界的碎片群中。蓝星就像是一个磁铁，不断的吸引那个世界破碎的世界碎片，导致近千年来蓝星不断膨胀变大。有人认为就是那种禁忌的力量将这个高位面摧毁的。当在禁忌的存在力量辐射下，所有的生命都会发生畸变，精神扭曲，血肉无序增生，变成魔物。我们人类的敌人魔物就是这样来的。具体的东西，等你去了学校，会有一个系统性的知识教导。我回头先发一个预售师百科全书给你。现在的我还得赶回去学府报告你的事情，就先走了。他怀里的风翼腾蛇扇动小翅膀飞了起来，在院子中迎风见长，无形的威压弥漫在院子中，化作了一条体长10余米的庞然大物。小学弟，有事情记得找我哦。到星宇学府记得报姐姐的名字，以后我罩着你。苏妹儿俏皮的眨了眨眼，扶摇而起，消失在了天际。夏海强和王洪泽也相继告辞离开。我在送别2人后，便回到外婆家。外婆见到我，有些欣慰的笑道：“不愧是我的外孙，居然考上了状元。”看见这个和蔼的老人，我的心里顿时有很多疑惑，希望他能解答。我的父母早亡，高中上学时一直在大泽市生活，照顾我的除了大9岁的小姨外，还有一个名为魔镜人偶的受宠。可我在用灯神长界附带的神之眸查看了一遍对方的信息时，才发现这个魔镜人偶竟然已经达到上位君王级。一个君王级的魔镜人偶竟然给我做了18年的饭。外婆似乎也猜出了我的心思，主动的说道：“听你小姨说，你已经知道了魔镜人偶不简单。”我点了点头，询问道：“那魔镜人偶好像受伤了，现在只有下位霸主的实力。”外婆有些追忆的说道：“魔镜人偶其实是你母亲的受宠，他只是个1级天赋的预售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强。”听到这我更加困惑。按说预售师死亡，受宠虽然不会立即死亡，但是灵魂会缓慢消散，没几年好活。可魔镜人偶竟然活了18年之久。外婆回想起第一次见
见到我的时候有些感慨，我当初也没见到他最后一面。18年前，是满身伤痕的魔镜人偶，将还在襁褓中的你抱回来，找到了我。外婆边说着边拿出了一个椭圆形的石头，这是她留给你的东西，就放在你的襁褓中。你母亲曾经说过，如果你的预售天赋了得，就可以把这东西给你。我抱着石头回到房间，一阵鼓捣，可即便拿大锤子砸过也纹丝不动，实在没辙后便将其丢在一旁，开始接引星光，增强自身灵性。经过了今天的渊境事件，我对太史空间的重视程度已经拉满了。如果不是星光巨人将那禁忌虚影给碾碎，我今天恐怕也就变成一个魔物了。来到了太史空间瞬间，我就察觉到了不一样的地方，一滴鲜血漂浮在星光巨人的身侧。神之眸给出信息，禁忌眷属的一滴鲜血可作为某种受宠特殊进化的材料。我心中忍不住吐槽，怎么啥都往家里带呀？这可是导致秘境污染成渊境的源头。随着星光不断朝我身上汇聚，我忽然感觉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在吸收星光。身旁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石头，随着吞吐星光，我的神之眸也显现出了对方的信息：神秘之蛋。化石状态描述：胚胎还未成型时就变成了化石的预兽蛋，但就算是变成了化石，依旧保留有最后一丝生命力，生命力极其顽强。这玩意竟然是预兽蛋！我妈给我留了一颗数千万年前的蛋，这得是什么级别的超凡生物啊！我心中的疑惑一个接着一个，但此时却没有人能给我解答。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在不断训练齐天的同时，还给他融合了从钢骨螳螂身上获得的日之精，不仅让齐天一举达到了中位超凡阶，还新增了阳焰的特性，不但拥有了太阳之火的力量，还对深渊系有着克制作用。各个行省的高考成绩也陆续公布，看着榜单上那将自己压在身下的名字，柳梦星蹙了蹙穷鼻，轻哼一声，随后他嘴角又勾勒出自信的笑容。那一刹那，他的眼眸中散发出璀璨的蓝白色光，眼里倒映出了一片纯白的冰雪世界。冰雪世界上有一只庞大的鸟禽，通体由寒冰组合而成，遮天蔽日。他这几天外出是去取钱，是他所获得的大机缘。脱胎于传说中3大神禽之一极冻玄凤的灵性凝聚法，可以凝聚传说级的冰凤灵性，拥有涅槃的特性，哪怕被禁忌污染精神，也可以通过涅槃规避精神污染。前世的他就是依靠这个灵性凝聚法，才开始了一飞冲天的洛神之路。唯一可惜的是，这灵性凝聚法需要得到一丝极冻玄凤的神韵才可以凝聚。不过这也已经让他的冰晶湖踏入了下位超凡阶。柳梦星扬了扬头，自语道：“我们的差距已经逐渐拉开，并且会越拉越大，最后让你连仰望的背影都看不见。”上午10点，在无数人的期待下，全国高考排名榜单发放，柳梦星全国排名第188名，而我则是以断崖式的优势成为全国状元。一时间，全网的话题都是相关热搜。震惊！全国高考状元居然来自名不见经传的3线城市，这是高考史上第一次出现非一级城市的考生成为状元。更有预售专家表示，这次江北行省的成绩存疑应当不予作数。不过这也实在是没办法不让他们怀疑，3级城市和1级城市的教育资源本来就相差甚大。1级城市的孩子年满12岁就会探测他的预售才能，拥有预售天赋的人会进入专门的预售班进行培训，并从初中开始淬炼精神，为以后凝聚灵性做准备。而3级城市则完全没有这套流程，只有年满18后看能否觉醒。可我高考时的精神力能量值却达到了1900，而即便是1线城市中，精神力能量值超过1000的也不足120人。不过网络上的非议我压根没当回事，反正自己进入4大学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1周后的广江机场，一道倩丽的身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害得走在柳梦星旁边的我也随之收到了无数能刀人的眼神。看着旁边的冰冷少女，我有些疑惑，你怎么也选择了星宇预售学府？不会是专门和我上一个学校的吧？我收获到了一句呵呵，以及一个面无表情的死亡凝视。柳梦星自然不可能为了我选择排名最低的学府，他会去只是因为那里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吧。飞机的目的地为大夏古都，是大夏曾经的5座主城之一，以前负责统领管辖整个东域。星宇预售学府就坐落于古都之上。随着飞机驶离城市群，下方尽是苍茫碧翠的森林，隐约可以看到不少的凶兽在出没。由于蓝星的面积在不断扩大，大夏的各个城市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人类疆域，每一个省份之间相隔也就很远，交通被阻断，想要从陆地上跨省变得极其艰难。除了预售师，大部分的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走出自己生活的省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肩膀上有些酸沉重，还有些冰凉，扭头一看，是一个完美的侧颜，大冰坨子竟然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睡就睡，还流口水。飞机即将到达古都，请所有乘客做好下机准备。广播恰好响起，我看到肩膀上的少女迷糊的抬头，长长微卷的睫毛颤动，然后换了一个姿势又睡了回去，将头扭向了靠走廊那边。醒了，她绝对醒了。半分钟后，柳梦星才端庄地坐在座位上，面无表情的目不斜视。我提示性地指了指自己肩膀上的水渍，却只见柳梦星惊讶地开口道：“怎么了？这飞机还会漏水吗？”我抬头刚想再说些什么，就看见对方杀人般的冰冷眸子，赶忙改口道：“是啊，刚才风大刮进来的。”来到学院时，远远的就可以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空地上有2个预售师在进行受宠对战，其中一方我还认识，是江北行省的第3名李修仁。网络上之所以充斥着对我的谩骂和他脱不了干系，就是他时不时的在网上煽动网友，说我们作弊夺了他行省状元的头衔。他的受宠是一只毒刺爪哇，对手是一只同样尚未觉醒阶的土傀儡，但战斗却呈现出单方面的碾压。双方交手不过10余秒的时间，毒刺爪哇直接被炸飞，失去战斗能力。土傀儡的预售师极其嚣张，就这种水平还是省状元，我可只是在古都高考排名300多的人。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所谓的状元放在我们古都，根本连号都排不上。他抱着手说道：“我们5个人，你们随便挑，打赢了才能进学院。”
今天报道的都是来自偏僻省份的考生，看见这一幕顿时咬牙切齿，唯有柳梦欣脸色不变，径直朝里走去。其中一人看见顿时眼睛一亮，没想到3级城市中还有这种美女，你来做我的女朋友吧，我放你进去。话还没说完，一道洁白的身影一闪而逝，对方的嘴巴被厚厚的冰给冻住。土傀儡还想要为自己的主人报仇，可是他还没动身，四周便有一道道锋利的冰枪对准他，他敢有任何动作，就能够瞬间被捅成筛子。我看着模样大变的冰晶狐也有些惊讶，特性冰霜掌控，这冰晶狐竟然也拥有特性，大冰坨子有点猛啊。我看着对面的5个人说道，我赶时间，你们一起上吧。刚才嘴巴被冰封住那人好不容易敲碎了冰块，他恼羞成怒地盯着柳梦欣，别得意，刚才是大意了。土傀儡污泥炸弹，土傀儡腮帮子鼓起，就要对着冰晶狐使用污泥炸弹，却听见我淡淡的说道，我不是说了你的对手是我吗？话音落下，土傀儡的身体瞬间倒飞而出，一只神异的猿猴强有力的五指直接覆盖在他的脸上。土傀儡想要挣脱，发现无论如何用力，对方都是纹丝不动，一股巨力将其掀翻。土傀儡的后脑勺和地面接触，整个身子都被砸在了地里，瞬间没了声息。死倒是不会死，只是晕了过去。受宠的生命顽强，现场鸦雀无声。柳梦欣的樱桃小嘴也是微张，他的猴子为什么外表又变了？这也还没到进化的时候啊，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对方融入了特性力宝，特性被誉为小进化，外表会发生一定的改变。柳梦欣有些呆住了，自己凭借前世的记忆才捡漏了一个特性力宝，他凭什么也能得到啊？堵门的其余4人也如梦初醒，大胆出来吧火羽雀，出来吧食人花，出来吧喷水龟，出来吧雷兽。4人放出受宠不善的盯着我，你小子可别说我欺负你，你选一个吧。旁边的3级城市学生皆是一惊，这才发现刚刚他们挑战的土傀儡竟然是对面最弱的一个。我则是丝毫不惧的说道，我说了你们一起上，让我们哥几个一起出手，你也配？其中戴着眼镜的人嗤笑一声，在他身旁的火羽雀翅膀一甩，一道燃烧着火焰的羽毛如同利刃朝着齐天疾驰而去。猴呢？眼镜哥诧异的发现攻击落空了，火羽剑插在了地上却不见人影。火羽雀也在寻找对方的身影，背后，他听到主人焦急的声音，他赶忙扇动翅膀侧身躲闪，一个火焰拳头顺着他的身体擦过，齐天砸空一拳轰在了地面上，坚硬的地板顿时出现一个小坑，这是什么鬼速度和力量啊？眼镜哥有些庆幸，幸好刚才躲开了，可却忽然看见天空中正在飞舞的火羽雀跌落在了地上，嘴里发出吃痛的鸣叫。火羽雀幼翅的羽毛居然都被烧光了，露出一只光秃秃的幼翅，还散发着一股皮肉香。这是什么火焰？同为火系的火羽雀只是被对方的火焰擦了一下，竟然就差点烤熟了。他对着身后的同伴低声道，点子扎手，别误事了。几人对视一眼，纷纷下令受宠出招。食人花是有着狰狞大口气的草系受宠，身躯四周有藤蔓般的枝桠刺入地面，供由自己稳住躯体。他甩动自己的精液，无数细密的孢子花粉朝着齐天飘洒而去。火羽雀的火花紧随而至，两者同一时间来到了齐天的面前。火花遇到花粉的瞬间，一朵小型的蘑菇云便拔地而起。喷水龟张嘴喷出一道水柱，水系终极技能急速水流，紧随其后的是雷兽的电弧，水能导电，电弧融入进急速水流里，整个水柱的外表都有丝丝电芒在游走，携带有电流的水柱轰入灰尘当中。几人配合默契，爆炸产生了高温，再用水流进行蒸发。剧烈的温差下，即便是岩石也会开裂。4人有些嘚瑟地嘲笑着，你竟然不只会受宠躲开，傻愣愣地吃了我们全部技能。只是随着一阵风吹散烟雾，他们的笑容也僵硬在了嘴角。一只帅气的猿猴从烟尘中走了出来，齐天抬手拍了拍自己肩上毛发不存在的灰尘，鼻喉发出嘲弄声。几人的笑声戛然而止，看着毫发无损的齐天，他们不由得惊呼道，怎么可能？他们的组合技能哪怕是侧重防御的上位超凡阶正面抗下都得跪。旁边认为必输无疑的3级城市的新生眼珠子都瞪出来了，面对4只超凡阶受宠的终极技能组合技，毫发无伤，这是怪物吗？我指挥着齐天发起反击，齐天张嘴意图使用火焰喷射，同样的一个技能用出来却比火羽雀粗了数倍不止。火羽雀的御兽师脸色呆滞，这元素掌控的是什么级别啊？慌张中4人再次释放组合技能，元素掌控等级强又怎么样？你只有1道火焰，我们可是有4道能量攻击的。我则是嗤笑一声，哦是吗？齐天瞬间心领神会，火柱就像尿尿分叉一样裂变成了4道，分别迎上了对方的能量攻击。他们的能量攻击在接触到火焰喷射的瞬间就被融化泯灭，哪怕是水系的急速水流都没有例外。4道火束余威不减地轰在了受宠身上。却说不出一句话。全国高考排名第1，先存疑。但江北行省的状元没有任何质疑。柳梦欣眼神有些凝重，感知、入门、熟练、精通、完美、真意、本源，这是对元素掌控等级的划分。超凡阶大部分也就是入门级别，可我的这只焰炎猴竟然达到了精通级，它有点猛了。获得特性力宝还可以说是走了狗屎运，可精通级的元素掌控却没有捷径可走。冰晶狐是因为有他的教导，都才刚刚触摸到精通级水准的。他深吐出一口浊气，眼神有些认真起来。没想到因为我的重生，导致他也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但那又如何？天才只是见我的门槛，妖孽就是用来碾压的。柳梦欣颔首自负，只要等我的灵性凝聚成功，以冰凤灵性开发出我天赋的妙用，就可以开始让冰晶狐的血脉朝着凤凰血脉进化。到时候看你拿什么来超越我。看着一言不发，眼神还有些涣散的柳梦欣，我当然知道怎么回事，又被自己的小猴子给震惊到了吧。欢迎来到星宇御兽学府，我是你们的入学辅导学姐。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苏妹儿面带笑容，踩着轻快的步伐，黑色的裙子搭配着长筒袜，更加凸显出纤细修长的双腿，引得李修仁等新生一阵惊呼。柳梦欣好看是好看，但是太淡漠了，面前这学姐就不一样了，完美符合他们对另一半的想象。苏妹儿对着我眨巴眨巴眼睛，小学弟我们又见面了，星宇兽学府欢迎你。柳梦欣听见这话顿时有些惊讶，心中呢喃道他们2个怎么是认识的？别人不知道这个学姐的身份，可重生归来的她却很清楚。
能看到甬道尽头有一个白虎模样的雕像，它被生双翼身上带着奇异的天光，身体大部分弥漫在朦胧的浓雾中。明明只是做雕像，却让你浑身的汗毛耸立。而畔边一声虎啸炸响，一股威压骤然从甬道的对面袭来，你能感觉到自己位于一片特殊的场域，这里弥漫着霸主阶的精神威压。就在这时，甬道中响起一道机械提示声，请学生在霸主气场的精神威压下吸取灵性。灵性凝聚法贴在了门背后，你看了一下凝聚灵性的方法，顿时有些嫌弃。御兽师吸取外界的灵性粒子，以精神力为磨盘，御兽空间为过滤器，将其纳入体内凝聚灵性。当体内所有的灵性都从无色变成白色时，就算是凝聚成功了，只是这和你太史之主的灵性完全没法比。外界的灵性粒子都有不少杂质，需要御兽师自己压缩，而你吸收的都是来自于太史空间的星辰灵性粒子，吸收的直接就是白色。就在这时，甬道尽头的玻璃门突然打开，一股纯净的薄雾的朝前走去，也有些好奇自己能够走到甬道的哪一个阶段。只是半分钟后，你回头看着甬道，又看了看近在眼前的白虎雕像，发现自己一直走到头，霸主气场的威压都没有丝毫变化。你站在白虎雕像下，四周的甬道组合起来刚好是个巨大的圆环。神之谋给你带来的视力增幅，让你能够穿透迷雾看清其他甬道中的情况，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举步维艰，每走一步都会满头大汗，不少人都在盘膝而坐，开始借助威压压迫自己的精神，淬炼凝聚灵性。显然这里并不是没有威压，而是太史之主灵性的效果，让你免疫了这种精神领域的气场。这里的薄雾浓郁到空气中都凝结了细细的水珠，你也和众人一样盘腿坐下开始修炼。浓郁的星光灵性被接引到了现实，你的精神力被迅速消耗一空，但当外界的迷雾被你吸入体内时，精神力又瞬间饱满。就这样，雾气在不断的消耗下，以你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漩涡。随着你吞噬薄雾的需求越来越大，甬道中的漩涡也不断向外扩张，周遭的薄雾蜂拥而至，让甬道中的一个个学生有些懵逼，怎么精神薄雾变少了？开始是在1到5米这个阶段的人，后面是20米这个阶段，最后众人发现整个甬道的薄雾都没了，全部薄雾都被聚拢在中间的圆心区域内，这是怎么回事？出 bug 了吗？我才刚刚开始吸收啊！一个个懵逼的声音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而其中一个甬道内，柳梦星盘腿坐在40米这个阶段，他呼出一口浊气，有些兴奋，不愧是4大学府，短短1个小时的修炼抵得上以前7天的成果，再来1天就可以彻底凝聚冰凤灵性了。接着他眼中闪过一抹狐疑，只是这精神雾气怎么越来越少了呀？他朝着甬道内望去，因为雾气变稀薄的原因，他依稀可以看见一道模糊的身影盘腿坐在白虎雕像下。当想要看清那人是谁时，周围的雾气却又再次变得浓郁起来。此时你猛地睁开双眸，眼中有星辰起落，整个人锋芒毕露，精神外显。你体内虚幻无色的灵性彻底转化为纯白色，星光点点闪烁，一股磅礴的灵性之力瞬间扩散至4肢百骸，不断冲刷你的身体，所过之处筋肉、皮膜、精神力都得到了强化，灵性之力游走全身后，最终化作一股灵性洪流，轰的一声撞开了原本密封的御兽空间，让其强度和大小都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的太史空间内，原本暗淡的第2节灯神阶梯也亮了起来，散发着赤红色的星辰之光。看来将白色灵性变成赤红色灵性，就是下一阶段的晋级方向。你看了看周围，发现还有不少的精神薄雾，就回到了自己的甬道凝聚星光，但也只过了数分钟，你的精神就再次为你吸收红色灵性所消耗的精神力是此前的数倍，灵性根本没怎么增长，薄雾就被你吸干了。搞什么呀？我才刚进来几分钟，雾气怎么就彻底没了？听着其他甬道传来的声音，作为始作俑者的你赶紧跑路。刚回到宿舍，你就听到齐天在御兽空间里面呼唤自己。将齐天召唤出来时，他脸上满是焦急，手忙脚乱地指着自己怀里是母亲留给你的那枚御兽蛋。这玩意现在已经不是石头坨坨了，而是变得光滑洁白。当你再次用神之谋进行观察时，发现显示的信息已经发生变化。这是一枚在超古代时期因为天地异动变成化石的生物蛋，由于吸收了高位格的星辰力量，实现了化死为生，需要吞噬禁忌相关的力量才能够孵化。凝聚白色灵性以后，神之谋的探查能力也跟着变强了。齐天在一旁上蹿下跳地描述着刚刚的场景。御兽空间晋级的时候，他本来好好的在里面睡觉，结果睁开眼睛就发现这枚原本安安静静的蛋竟然在他眼前扭来扭去，吓得他赶紧拿出来给你看看。你摸了一下这神秘之蛋，对方陡然在地上扭捏了2下，像是在享受着你的抚摸，然后直接跳到了你的怀里，不断地蹭着你的脸颊。你手掌一翻，取出在渊境里获得的那滴鲜血。当鲜血浮现在你的掌心时，神秘之蛋身上顿时传来渴望的情绪。在你将鲜血滴落在它的蛋壳上后，蛋壳表面出现了一个如同黑洞般的小型漩涡，将其吞噬。神秘之蛋啪嗒一声，头一弯睡在了地上。你也有些期待里面会孵化出什么东西。如今御兽空间晋级，你已经可以契约第2只兽宠，现在就等这只神秘之蛋孵化出来了。半小时后，别墅中破空声呼啸，空气在室内掀起了一场小型旋风。你深吸一口气，收起拳头，皮下的肌肉如同钢筋一样凝实，即便是前世的拳王也扛不住你一拳。也难怪说没凝聚灵性的人都不算是职业御兽师，不同等级的灵性会有着不同的作用。普通人的第一个御兽技能叫做固化，可以固化一个兽宠的技能，让御兽师也能在战斗中使用出来。但你却发现自己的御兽技能不是固化，而是自由装血，只要你的灵性经得住消耗，就可以随意调用兽宠的技能。火焰拳，你伸出手，砰的一声，一团火焰包裹住了你的拳头，自身感受不到炙热，甚至将另外一只手放在上面都没事。接着你掌心的火焰消失，又凝聚出一个岩石尖刺，感受到这股元素的你狠狠握了下拳头。如果兽宠在自己的培育下成长到神话的存在，那能完全复刻技能的你，岂不是就可以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了？想到这，你便打算抓紧时间提升一下兽宠的实力。兽宠想要晋级精英阶，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需要元素掌控等级达到精通级；第二，需要兽宠的种族血脉潜力达到精英种；第三，则需要兽宠的元素能量积攒到圆满。前2个条件
件齐天早就符合，也就是第3个条件没有达标，所以实力卡在了上位超凡阶。好在第3个办法是最容易解决的，只需要喂食受宠高能量的食物或者是药剂就可以。可当你逛了一遍校园商城后，顿时傻眼了，啃犀牛的肉1万块1斤，咩咩羊的奶5000块钱1毫升，岩浆果12万1颗，这还只是适合超凡阶使用的东西，要是等级高点，普通人破产都培育不出一只受宠来。看了一圈后，发现有种通用能量营养剂最适合验眼吼，售价1万1瓶，可以用学分购买，1万块钱等于10学分，用学分购买能够打8折，也就是8学分就可以了。入学时学府给每个人奖励了1000学分，可谓是相当大方了。但想要让齐天积攒够进阶能量，这些怕是还远远不够，更不要说以后更高的等级了。恰巧你在这时发现了校园论坛的一个帖子，今年高考的舞弊者安云已经入学星宇学府，他不仅嘴脸极其可恶，还在中午的时候大放厥词，说一级城市的学生都是垃圾。你点开一看，下面的评论还真是有鼻子有眼的说你多嚣张，描写的简直就是无脑小说里面的无脑反派，什么鼻孔朝天目中无人，进来校门口就说全国高考状元驾到，男的滚开，女的过来侍寝。帖子瞬间冲上了校园论坛第一，让你一下子成为了众矢之的。所有新生都是义愤填膺，想着见你一次就打一次。但你看见这一幕，不仅没害怕，反而兴奋地接受了这一波恶意。星宇学府大部分学生都是来自于一级城市，可以说都是非富即贵的有钱人了。想到这，你迅速在下方回帖，我安云出来星宇学府有些失望，今天拦路的都是臭鱼烂虾，还有更强一点的吗？今天我摆下擂台，只求一败，一级城市的新生们可敢来战？帖子瞬间又火了，下面的回复骂的要多脏有多脏，你不会真以为自己的成绩是真的了吧？我打你个乡巴佬跟打儿子一样。群雄激愤，纷纷表示要干死你。你再次编辑帖子，你们人太多，我只有一个人，设定一个门槛，挑战我的需要缴纳1万块钱的挑战金，免得什么阿猫阿狗都来。你们作为高贵的城里人，应该不会连1万都没有吧？哈哈哈，就说你是从农村来的乡巴佬吧，1万还不够我一顿早餐饭钱呢。看到众人回复，你又在下方发帖道，想要挑战的请来对战广场。本案高考全国状元，碾压一级城市，无敌的云等你们来。这帖子瞬间引爆了星宇预售学府，整个新生区顿时闹腾腾。好家伙，这么狂，都别跟我抢，我要第一个打他。本来能够上星宇预售学府的都是全国的佼佼。
小吴啊，没有的事，你们可真是害苦了我呀！我可没说过要当府主啊！张启亮一脸正色，但嘴角的笑容都快咧到耳根处了。对于府主之位，他早就势在必得，可没想到老府主去了前线都不让位，还专门空降了一个秦嫣然来钳制自己。现在他就等着助理潘达的消息，一旦回来汇报你输了，那他就直接去对战广场将你赶出学府，立刻召开全体学府高层会议，以秦嫣然独断专行给学府抹黑的事情革除他副府主的身份，然后他凭借拨乱反正的功绩登上府主的宝座。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打开，助理潘达走了进来，教导主任吴瑞眼睛一亮，果然是废物，竟然这么快就落败了。张启亮面带笑意，好好和我说说他落败的时候有多狼狈。潘达眼神恍惚，没。他还没输，上去的人几乎都是被秒杀的，现场全都在叫他爹。张启亮和吴瑞脸色愕然，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对战广场的场地上，一道漆黑的能量光束和一道火焰光束在场地中央碰撞到了一起，一个是深渊系终极技能暗影波动，一个是火系终极技能火焰喷射，双方不存在属性克制，可两道能量招式碰撞在一起，并没有出现双方各自角力的僵持，只有一边倒的碾压。暗影波动在碰撞的刹那就被反推了回来，最终砰的一声巨响，火焰升腾席卷，一只兽宠从烟尘里倒飞了出来，摔倒在地上，眼中转着圈圈，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对手从恍惚中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倒也算是认赌服输。安爹！四周围鸦雀无声，整个对战广场一改之前的聒噪，已然被打成了图书馆，所有人的眼中都带着震撼。江一星，全国百强位列100名，也只撑了不到3分钟就落败了。这还是在你已经接受了10多个人车轮战之后，看着场中那神情淡定自若的你，还有那自始至终都没有面露一丝疲惫的艳颜后，众人精神恍惚，你的实力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尊重。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中爆发了激烈声响，快看是左翔宇来了，他可是全国排名第3，听说高考完就凝聚了灵性，受宠估计都进入精英阶了。左翔宇的家世也不简单，父亲是霸主阶御兽师，有着他父亲的教导，对战能力拉满，而且还掌握了高级技能。除非安云能击败左翔宇，那他这全国状元的名号才能没人质疑。全国第1 vs 全国第3的比赛肯定相当精彩，周围人群一片起哄的声音。可惜左翔宇却没有打算挑战的意思，我只是恰好路过，你的实力确实不错，但也就只是全国排名70的水平，距离第1还有10万8千米。他面露不喜看了一眼你的艳颜后，你的兽宠体力估计不足了，不能够取悦我的兽宠，等新生大赛吧，到时候让你见识见识我们之间的差距，希望你能够让我尽兴。对方副手转身离去，只留下一道逼气满满的身影。你看见他这么装，顿时无语了。齐天刚刚的运动量顶多算是热身，对方装逼装到自己身上来可不能忍，那就新生大赛再报答你，我会让你知道为什么你只是第3，而我是全国第1。左翔宇身形一顿，气急而笑，行，到时候赢者为爹，接下来都没人挑战你了。你留下了一句概不退前便离开了对战区。3天的时间一晃而逝，古都郊外一处军营教场内人头攒动，整个古都市所有学府的新生全部都在这里。古都新生交流大赛是由星宇学府牵头，和古都其他3流、2流、1流学府联合举办，但几乎每年都是星宇御兽学府的舞台秀。当所有新生都到齐时，教场营地厚重的大门便被关闭。你打量着这类似于古罗马斗兽场的教场，被镜头的一扇钢铁大门吸引了，长10余米，高5、6米。奇异的是没有和墙壁相连，而是孤零零的矗立在大地上。柳梦星冰蓝的眼眸也在这钢铁大门上停留半晌。试炼之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伪秘境，前世长离御兽学府的新生大赛也是进入试炼之门。看来每个顶级学府都大差不差，那入场时的前戏也应该一样吧。想到这，他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不知道你会不会出大糗。你眉头微皱，感觉有些不对劲，下一秒没有任何征兆，你便感觉眼前一花，口鼻间涌来浓郁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耳畔边嘶吼声惨叫声交杂，视线再次恢复正常时，原本斗兽场般的场地已经消失，整个人仿佛来到了一个战场，入目到处都是血与火的交织，大地焦黑一片，残垣断壁，尸横遍野。炼药使用炼狱，百目无功，毒火必须阻挡冤境的扩散。周围有御兽师们在指挥着兽宠不断的战斗，敌人是一只只悍不畏死的诡异魔物。远处的天空漆黑，一片黑云席卷天地，但仔细叮咛，这哪是什么黑云？这是一个黑色的肉块，长满了水母一样的触手，它身上有无数的生物在啃食它的身躯，啃食完后身体发生了畸变，一个个掉落在地上，朝着御兽师们悍不畏死的冲来。你能看到自己身旁的一个御兽师，他的兽宠被魔物杀死，他也死在了一只魔物的手中，内脏被掏空，支离破碎，而你自己却根本动不了，或者说这具身体就不是你的。不过你并没有慌，这是虚假的世界，应该是某种兽宠的技能，你的灵性能让精神固若金汤，刚才这技能的力量要改写你的认知，结果被你太史之主的灵性免疫掉了。惨叫声此起彼伏，御兽师阵营开始失守了，你的面前也出现了一只魔物，外形如同一只巨大的昆虫，身体却像麻花一样扭曲，面目全非。它的翅膀破碎不堪，却以一种诡异的姿态极快飞行，震动翅膀释放出了一道道锋刃，最后朝着你扑来。腹部下的锋利口气将你给搅碎吞咽。虽然你知晓这是虚幻的，可依旧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死亡前那无数细密的口气在不断啃食自己的身体，无比真实。紧接着意识回归，你再次回到了斗兽场的场地上。不要，走开！你不要过来啊！周围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场面像是杀猪一样。显然其他人也和你有一样的遭遇。回到现实中。
100年前，一个大型渊境因为某些原因出现在了一座2级城市，后果就是这座2级城市在人类版图中消失了。御兽师协会死伤惨重，最后才解决了源头。凡是学府学子成为职业御兽师，都需要与魔物打交道。他眼神凌厉，和你们刚才经历的幻象一样，这是会死人的。待会的新生大赛，你们就需要和魔物战斗。不少人想起此前的画面，脸色煞白，哪有之前意气风发的模样？我曾经是御兽战团的战士，我的右手和左脚在和魔物战斗中没了，哪怕是治愈系的技能都无法恢复。军装男子用力地指了指自己的心脏，问问你们自己准备好和魔物打交道没有？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退出新生大赛，转为后勤御兽师，但是国家也不会再给予任何修炼资源，包括学府每个月发放的免费学分。彪形大汉露出吓人的狞笑，不需要感到羞耻，遵循本心，命比什么都重要，只需要离开斗兽场即可。现场不少人有异动之色，年轻人总是好面子的，谁也不想第一个当逃兵。军装大汉接着说道：“所有学府的学生毕业后都得去御兽战团实习，服役1年，你们转为后勤御兽师的机会也就只有这一次。如果到了战场上再当逃兵，那可就杀无赦了。”这话一出，顿时稀稀疏疏有人转身离开。我低级天赋，注定没什么大出息，算了吧，不如早点赚钱。我也是，陆续有人开始离去，不过大部分的都是2、3流的学府较多，1流学府只有零星几个，顶级御兽学府、星宇学府则是一个都没有。柳梦欣平静地看着，这是在筛选人。幻境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给放大，意志不坚定的人在直面魔物时很容易被污染。数分钟后，所有选择退出的学生离开了斗兽场。张启亮上前清了清嗓子，了一个赤红色的能量黑洞，各个学府排队有序进入。走进钢铁大门后，身影便被吞噬消失不见。左翔宇在进去前还不忘记对着你放狠话，你会看到我们之间的差距的。柳梦欣听见，眼神泛着冷意，我的对比对象我碾压可以，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当着我的面嘲讽？他的冰凤灵性也已经凝聚成功了，这次的新生大赛就是他的舞台。你踏入钢铁大门的刹那，能感觉到空间的挪移，和那次误入渊境时的感觉很像。回过神来时，已经到了一片陌生的空间，地面的颜色惨灰，散落着枯枝败叶，空间不大一眼就可以望到尽头，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机械合成音在空间中回荡。试炼之门一共10层，当前是第1层。新生在击败面前的敌人后，可以进入下一层。电子合成音落下的刹那，一阵白光闪过后，有5道身影出现，是几只半人高的兔子，它们面容狰狞，雪白的毛发如同枯叶一样掉落，露出了形如枯槁的身躯。原本的血肉之躯已经腐烂，骨头和血肉的缝隙中长满了诡异的细长触须。姓名：腐尸兔，实力：下位觉醒阶。描述：龅牙兔的堕落形态，受到了禁忌生态影响后发生异变，会吞噬面前所看到的一切敌人，并且繁殖能力惊人。腐尸兔嘶吼着冲来，但你见状却并没有召唤出齐天。你想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能够应对什么层次的魔物？嗖嗖嗖嗖，数道火球轰了出去，如同一枚枚手榴弹炸开。这种刚踏入觉醒阶的魔物轻松解决，全部都炸成了碎块。接着便走入光门，前往第2层。第2层的魔物是
接着旁边闪现出一道魔法阵，冰晶湖，接下来就靠你了。另一边试炼空间第3层内，左翔宇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脸上却洋溢着傲然的笑容。凭借凝聚白色灵性固化的技能，就一路杀到第3层。而大部分一流学府凭借受宠都通关不了第3层，我就问问还有谁？接下来该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冲关速度了。左翔宇自信地跨入通往下一层的光门，而就在外界众人还在疑惑之际，猝然间有2个光点瞬间连跳几层，一个从第3层瞬间到了第6层，一个从第4层到了第6层。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前面机关这么慢，后面一下子冲关这么快？这代表对方都是极短的时间内秒杀层内的敌人。看来这2个人在前面的关卡中都是在用固化的技能在战斗，并没有让受宠参战。能帮我查一下这2个光点是谁吗？对方点头查询一番后，便说出2人姓名。听到柳梦欣的名字，不由得让张启亮松了口气。柳梦欣和左翔宇进入第8层后，也开始僵持住了，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极快速度就解决了战斗。同时，第6层的光点陡然间有一大片变成了红色，没有凝聚出灵性的学员，6层就已经是极限了，唯有属于你的光点还亮着。试炼之门的第6层空间内，一团团火焰炸起，烟泉中身体破破烂烂的巨型腐尸兔窜了出来，整个身体都已经腐蚀得七七八八了，只有一些骨骼上还挂着恶心的肉团，裸露出的血红色心脏在砰砰跳动，甩动着触手般的四肢朝着你扑杀而来。前突，地面上冒出一个岩石柱子，挡住了对方的路。你准备给予对方最后一击，也就在这时，你发现他所有的触须收缩回了心脏中，整个心脏就像是气球般膨胀。齐天，焰炎猴张嘴一吐，火焰漩涡以你们2人为中心扩散，将你们护在了中央。腐尸兔身体像是气球般膨胀，最后炸开，无数的令人作呕的液体化作雨水洒落，还带有强烈的腐蚀性。幸亏这些液体触碰到火焰漩涡就会被融化，居然还会自爆，怪不得那么多学员都停留在了这一层。通往第7层的光门出现，外面的张启亮看见这一幕大为失望，不过很快又露出讥讽：第6层都通过的这么艰难。过去，柳梦欣和左翔宇也卡在了第9关，一个个学生失败被传送了出来。至此，整个试炼之门里就存在3个光点，2个在第9层，一个在第7层。不愧受宠是岩石系的，这未免也太龟了。与此同时，第7层试炼空间，砰砰砰，看着灵活躲开自己攻击的下位精英阶腐尸兔，你有些遗憾，对自己的实力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不用受宠来战斗的话，我的极限就是第6层了。齐天，接下来交给你了。焰炎猴猛地一握拳头，终于轮到自己了。尾巴上的尾焰熊熊燃烧，恶心的兔兔准备承受我的怒火吧。下位精英阶的腐尸兔对齐天龇着牙，心脏处的黑色细长触须顺着全身的骨骼在游走，最后缠绕在他双腿的骨骼上充当肌肉。他不断变换身形，速度和爆发力都极快，只能够看到空气中一道虚影闪烁，甚至还留下了残影。2颗兔牙如同利刃般爆射而出，像炸弹一样正面命中了焰炎猴。看到突袭得逞，只剩下生物本能的腐尸兔狞笑。可下一秒，一阵劲风从背后掀起，一只手狠狠地抓住了他的后脑勺，将其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地面龟裂碎石飞溅，他的脑子都被砸碎了，居然还没死，想要站起来，那诡异的心脏瞬间出拳，砰砰砰砰砰砰，如同打桩机一样，齐天一拳又一拳地砸在想要从地上站起来的腐尸兔身上，恐怖的力道轰击在腐尸兔身上，再传递到大地上，地面层层龟裂，无数的血肉在飞溅。出拳的速度极快，空气中浮现出了无数的拳影，半空中地面破碎，到处都是四散的乱石，被硬生生打出了一个数米的大坑，周遭更是被腐尸兔内腐蚀性的血液腐蚀出了一个个蜂窝状的低洼。坑中腐尸兔被打成了肉泥，简直惨不忍睹。焰炎猴齐天全身也挂着无数的血肉残糜，焰炎猴全身冒出火焰，将毛发上挂着的污秽燃烧干净。他失望地摇了摇头，果然是太弱了呀。他催促你赶前往下一层，鹿嘴角抽搐，阿弥陀佛，齐天有点残暴了，这是憋坏了呀。因为此前都是他在和腐尸兔磨叽，已经耽搁了不少的时间了。与此同时，本来代表柳梦欣和左翔宇的2个光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into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碎裂，你脸色略微凝重，不愧是实力达到脱胎阶的存在。每个兽虫想要进入脱胎阶都要完成一次进化，其对实力将产生几何倍的提升。继星兽兔扬起受宠的触手长鞭，元素能量附着在长鞭上，它猛然向下一展，空气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可却落空了。准确来说是穿过了齐天的身体，在地上狠狠地抽出一道深深的沟壑。击鼓，齐天在数米之外和你打招呼，你一挑眉，好家伙，你学会了影子分身术，这是一种无属性的通用型招式，可以利用元素能量制造一个用来迷惑敌人的假体。接着齐天仰头咆哮，双手不断拍打胸膛，直接进入了金刚不坏的第二阶段。尾巴上的尾焰如同浇了汽油般熊熊燃烧。焰炎猴和寄星兽兔再次开始了战斗，双方的身形不断在场地上对轰。不过总体来说还是齐天被压制了，但是你却不禁反省，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齐天居然越战越勇，从被打得节节败退，慢慢的有了招架之力，有源源不断的火焰从他身上钻出，竟然是要晋级了。寄星兽兔真是块不错的磨刀石，齐天积攒在身体中的能量营养药剂，经过了激烈的战斗，终于全部被吸收。他双手交叉于胸前仰。该有的荣耀，反而是所有老师的质疑。